重生第14章火海。因为马里欧说的是英文，出于理解的角度，他口中的 God 一词可以有多个意思。比如在不同的信仰中，它既可以是上帝，也可以是天主或是神，当然也可以是一种语气表示惊讶，就如我们常说我的天哪。所以我当时听他这样说，不免要问他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是想说那就是他的上帝，还是仅仅在表达他的恐惧？可是他的回答却不禁让我汗毛倒立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，那就是他的上帝。我沉默了很久，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的念头，最后还是决定拿出所剩的抗生素，将剩下的淡水一起为他服了下去。他说完最后的那句话，便开始疯狂地咳嗽，甚至可以从他的呼吸声中听到明显的锣音。不一会儿便吐出了一口带着血的痰。出现这种情况，表明马里欧面对的不仅仅是伤口感染，而且肺部也出现了症状。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想不论他还能撑多久，我都不会放弃他。眼看他停止了咳嗽，嘴唇却再次颤抖，我一碰他的额头，便感到体温又升了上来，这恐怕是全身感染的迹象。如果再找不到充足的淡水补充，也许很难再撑多久了。一时间，各种离奇的想法浮现了出来，我甚至开始后悔当初没有竭力阻止他的行动，以及在渔船上我没有立时服软，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交给他们，只求带我们回到来时的港口。思绪乱作一团，我竟然觉得那个巨人也许真的是马里欧口中所说的上帝。我如果跪在原地祈祷，他就会为我指出一条通往清澈河流的道路。甚至当我眼睛睁开时，地上摆满了淡水和食物，以及马里欧与赫曼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正微笑着要带我离开这座恐怖的岛屿。我站在雨棚外，凝视着黑暗的远方，除了身后马里欧急促的呼吸外，只有火堆里的树枝发出的噼啪声。无论如何，天一亮就去海边，因为在这里根本没有活下去的可能。如果马里欧在明天晚上之前还得不到救治，那么他很可能不会再看到下一个日出。我暗自下着决心，至于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我却全然不知。我举着火把，小心翼翼地走着，试图沿着之前的路径找到可以饮用的淡水。此刻我又想起了那个巨人的表情，只觉得有些古怪，却又说不清楚到底古怪在哪儿。我猜测会不会再次遇到他，如果见到他，我还会说些什么？问他有没有见过赫曼，还是请教他如何离开这座岛屿？我不知道他是否是这座岛上的土著，可给我的感觉不像。也许是因为他的肤色以及被晒伤的痕迹，可如果不是，又会来自哪里呢？外星吗？我完全没有答案，但我觉得他似乎没有恶意，甚至告诉了我哪里有我要找的东西。等等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他怎么会知道我需要什么呢？我的脑子顿时嗡的一声轰鸣，差点一个没站稳坐倒在地。待我冷静片刻后，分析出了几种可能。他虽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，但是不能证明他很笨。
相反，它可能异常聪慧。我记得第一次去赫曼家的时候，便见识到这个岛上的致命毒素。由于对温度的要求极高，所以需要一定的技术才能提取出来。也许当我向他边说边比划的时候，他其实早已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其次就是他真的能听懂我说的每一个字，那么这就有点瘆人了。毕竟我对他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对方已经掌握了我的语言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，不过我也只是猜测，当时并不觉得那种通过意念便可以获取一个人真实想法的能力存在，即便有，也只是一种淡淡的感觉罢了。这种能力根本不会出现在人类的身上，否则每个人都是一具裸露的灵魂，甚至语言也会失去作用。可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对方是否属于人类。有一种叫做赤脊的动物，外形与鹿相似，但鹿的平均体型要比赤脊大上3倍，甚至更多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，因为一般的鹿有46条染色体，而赤脊只有7条。它们虽然看起来很像，可它们却不是一个物种。而作为鹿的祖先，赤脊早在3000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了。这是我写这部小说时想到的一个例子，但在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因为之前听赫曼提起过 C 岛的故事，所以我先入为主的一直认为他们大概率就是岛上的野人。就当我还在思考若再次遇到他我要赶紧求助的时候，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立时让我为之一振。我使劲地用身体拨开粗糙的藤蔓和一层层浓密的枝叶，立时感到裸露的皮肤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越往前走，声音越是清晰。果然，就在我单手推开一片藤蔓后，一脚踩进了一个水坑，水花溅到了另一只脚上。这种惊喜有如重获新生，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将手中的火把缓缓向上抬起，这才看到一座小型的瀑布正顺着岩壁向下流淌。我顾不上多想，直接凑在石头上张口便喝。我似乎忘记了上一次痛饮的记忆，只觉得此时此刻一股温暖的液体正浇灌着我全身每一个细胞。能在这种火山岛上找到淡水的几率并不高，可以说运气不差，而且喝了那么多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，甚至有种甘甜之味在口中回荡，只是脚下却感到阵阵温热，正缓缓地向上蔓延。我抬头一看，视线越过了2块巨石之间，停在了不远处的空中。南十字星下正指着一个冒着烟的山顶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惊心动魄的画面不禁让我心头一紧。山顶一侧的豁口正在缓缓地向外溢出亮红色的液体，虽然看上去只有2公里左右的距离，但在夜空中这种骇人的光亮正一点一点地向地面侵蚀。当我回过神来时，才意识到火山口的熔岩已经顺着山体流入了大海。此刻 C 岛的另一侧已然浸没在了一片火海